一位名叫约瑟夫·肯尼迪的投资者在1929年股市崩盘前夕，突然卖出了所有股票。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疯了，毕竟那时的美国股市如日中天，人人都在追逐财富的浪潮中。然而，当黑色星期四来临，华尔街一片哀嚎时，肯尼迪却安然无恙，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财富，还在随后的大萧条中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大量资产，最终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。人们好奇他是如何遇见危机的。肯尼迪后来透露，当我发现给我擦鞋的小男孩都在谈论买股票时，我就知道市场已经疯狂了。这种对主流思维的逆向思考，对市场狂热的清醒认知，正是强者思维的典型体现。肯尼迪并非天生就具备这种洞察力，在他年轻时，也曾因害怕失败而错过许多机会，直到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人生就是被不确定性包围的战场，能披荆斩棘者，就能无惧任何人与事。你所谓的害怕，说白了还是担心后果，恐惧生命中发生一些意料之外，自己无法应付的事情。这种对未知的畏战先相，磨灭掉了你所有的勇气。每个人都会恐惧，区别在于，普通人被恐惧支配，而强者则驾驭恐惧，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。当然了，换个角度想，恐惧是人刻在基因里的自我保护机制。毕竟早期人类在面对猛兽、自然灾害等威胁时，恐惧可以促使他们逃跑、躲藏，从而提升生存几率。这种机制在原始社会确实帮助我们的祖先存活下来，但在现代社会，过度的恐惧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绊脚石。想想看，如果爱迪生害怕失败，他会尝试上千种材料来制造灯泡吗？如果乔布斯害怕被嘲笑，他会坚持自己对科技与人文结合的独特见解吗？如果马斯克害怕风险，他会同时创办 SpaceX、特斯拉和 Neuralink 这样颠覆性的企业吗？放到现代社会，过度谨慎的生存策略早已不适合我们混迹江湖。这年头，敢于横冲直撞、无视权威的勇敢者，反而更有机会闯出一片天。当然，这并不是鼓励盲目冒险，而是在充分了解风险的前提下，依然敢于尝试、敢于突破。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。二战期间，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对纳粹德国的强大攻势，几乎所有顾问都建议投降，认为抵抗只会带来更多伤亡。但丘吉尔坚信，向暴政屈服比战争本身更可怕。他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：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，我们将在登陆点战斗，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，我们将在山上战斗，我们永不投降。这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勇气和决心的精神，最终帮助英国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。这个世界的规则，向来都是强者在通关之后对后来者设置的障碍，为的就是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。想想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如何通过专利壁垒阻止新玩家进入，想想那些行业协会如何通过各种认证和标准提高入行门槛，想想那些成功人士如何通过强调天赋和运气来淡化自己的努力，让后来者望而却步。看清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一个人要变得强大，首当其冲当然是要把勇气拉满，破除规则，同时也要弄清楚失败的风险。计算下来，如果没超出自己的承受上限，
那就大胆去做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的创新者和颠覆者，往往不是来自行业内部，而是行业外的门外汉，因为他们没有被既定规则所束缚，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。做得多了，一切就都成了经历，经历铸就了阅历，阅历带来格局。一个人由弱小到强大的过程，无非就是如此。每一次尝试，无论成功与否，都是你人生画卷上不可或缺的一笔。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。记得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曾说过，我犯过数十亿美元的错误，但这些错误让亚马逊变得更强大。他在创办亚马逊之前，是华尔街一家投资公司的高管，年薪100万美元。当他决定辞职创业时，他的老板劝他再考虑一下。贝佐斯后来回忆说，我想象自己80岁时回顾一生，我不希望后悔没有追随互联网这波浪潮，没有参与到这场革命中。我知道如果失败了，我不会后悔，但如果甚至不尝试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这种后悔最小化的决策框架，正是强者思维的体现。他们不是不害怕失败，而是更害怕因为不尝试而错过机会。他们明白，在人生的长河中，大多数人后悔的不是做了什么，而是没做什么。弱者的能量会在下意识的自我贬低中无形流失。当你把别人捧得太高，自然就把自己放得太低。这种心态上的不平等，会让你在任何竞争中都处于劣势。1997年，一位名叫克里斯·加德纳的美国人，在经历了破产、离婚和无家可归后，带着年幼的儿子住在旧金山的公共厕所里。白天，他参加证券公司的实习项目，晚上则带着儿子辗转于收容所和教堂之间。尽管生活如此艰难，他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。在实习期间，加德纳注意到那些西装革履的股票经纪人，他们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私下里也有着各种烦恼和不安。他意识到，无论是街头流浪者还是华尔街精英，都是普通人，都有自己的挣扎和困境。这种认知让他卸下了心理负担，不再因为自己的处境而自卑。最终，加德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不仅成功转正为正式员工，还在后来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，成为了100万富翁。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《当幸福来敲门》，激励了无数人。你应该明白，这个世界无论是谁，凑近了看，也就那么回事。那些在公众面前光芒四射的成功人士，私下里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。他们也会为家庭琐事烦恼，也会为健康问题担忧，也会为人际关系困扰。一个人纵使获得通天成就，功劳也不是全部来自于他自身，而是背后庞大的团队支撑。比尔·盖茨创立微软，离不开保罗·艾伦的技术支持；史蒂夫·乔布斯重振苹果，离不开乔纳森·艾维的设计天赋；马克·扎克伯格打造 Facebook 帝国，离不开谢利尔·桑德伯格的运营才能。没有哪个成功是孤立的，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这个世界永远逃不开金字塔结构。那些站在塔尖尖的人，他们的成就来自于金字塔大量底层的托举。想想那些科技巨头，
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数以万计的工程师、设计师和运营人员的辛勤工作。想想那些明星艺人，他们的光芒离不开幕后团队的精心打造。想想那些政治领袖，他们的决策离不开众多顾问和专家的建议。别觉得谁多了不起，强者之所以看起来高不可攀，底层原因还是来自于弱者的仰望投射。这种认知的错位，让弱者总是在精神层面自我阉割。当你把某人视为神话，你就自动矮化了自己，给自己设置了心理障碍。马云够厉害了吧？但再怎么厉害，人民日报对其的评论也是如此描述，从来就没有马云的时代，只有时代的马云。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，任何个人的成功都离不开时代的机遇和社会的发展。马云之所以能够创建阿里巴巴并取得巨大成功，是因为他抓住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浪潮，顺应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。如果放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即使马云有再大的才华和抱负，也难以成就今天的事业。同样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和个人，因为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诺基亚曾经是手机行业的霸主，但因为没有及时转型智能手机而被市场淘汰。柯达曾经是胶片行业的巨头，但因为没有适应数码摄影的潮流而走向衰落。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，没有谁能够永远站在时代的浪尖，关键是要顺应时代的变化，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策略。当你习惯了把光照射到别人身上，别人再不堪也会显得伟岸，而你自己从来不被内心真正认可，于是你熄灭了身上所有的光，自此变得暗淡。这种心态上的不平等，会让你在任何竞争中都处于劣势。你需要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潜力。不要过分仰视他人，也不要过分贬低自己。在世界这个舞台上，你我他都一样，都是为了混口饭吃，在各自的轨道里拼命向上攀登。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普通工人，都在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，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都有自己的挣扎和困境。所以平视任何人，对所有的人和事祛魅，你会收获不一样的观看世界的视角。当你不再被名人光环和成功神话所迷惑，当你能够看清每个人背后的真实面貌，你就能以更加客观和理性的态度看待自己和他人，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。你最该弄清楚的是去思考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和底层逻辑，去认知事物的框架，去寻找努力的途径方法，去了解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，能做什么，最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，而不是盲目崇拜或贬低他人。真正的强者永远接纳万事万物的变化，在不确定中寻找平衡点，不被迷雾遮住双眼，积极主动去创造成就。他们不会被表象所迷惑，不会被权威所震慑，不会被挫折所击倒。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。1962年，古巴导弹危机期间，美国和苏联几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。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恐惧。他后来回忆说，我并非没有恐惧，但我没有让恐惧主导我的决策。
我把注意力放在了解决问题上，而不是担忧可能的后果。最终，肯尼迪通过冷静分析和理性决策，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，避免了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核战争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即使是在最危急的时刻，把注意力从恐惧转移到解决方案上，才是摆脱困境的关键。一件事没有开始之前，不去思考成事的步骤、策略、实操方法论，反而总是关注失败带来的负面后果。这样一来，你不担忧，谁担忧？这种思维方式就像是在开车时只盯着路边的障碍物看，而不是看着前方的道路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的注意力会引导行为，你关注什么，就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。你之所以还总是偏离于强者轨道，追根溯源就是你把情绪看得比成事本身更重要。这是人性的本能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倾向于关注负面信息和潜在威胁，这是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机制。但在现代社会，这种机制往往适得其反，让我们过度关注可能的风险和失败，而忽视了成功的可能性和路径。大多数人之所以一辈子浑浑噩噩，就是因为他们向来都害怕别人的眼光，恐惧别人的评价，思来想去，最终反而耽误了正事。有这功夫，不如好好琢磨如何成事。你说是不是？想想那些因为害怕被嘲笑而放弃梦想的人，想想那些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的人，想想那些因为害怕改变而一直停留在舒适区的人，他们的人生是否真的如自己所愿？能摒弃情绪的人，理性永远占据上风。不管前路如何凶险，他们总是一往无前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情绪，而是他们能够控制情绪，而不是被情绪控制。他们明白，情绪只是一种信号，提醒我们注意某些事情，但不应该成为决策的主导因素。一个内心笃定、目光如炬的人，始终会接纳风险的存在，化混沌为警醒，化迷茫为清晰，最终蜕变成为强者。他们不是不知道风险和挑战的存在，而是选择直面他们，并找到应对的方法。他们明白，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安全和确定性，唯一确定的是变化本身。我们来看一个现代的例子，特斯拉和 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，在创业过程中面临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。2008年，他的2家公司几乎同时面临破产危机，个人财产也所剩无几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放弃，但马斯克选择了坚持。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解决问题上，而不是沉浸在失败的恐惧中。最终，他不仅挽救了2家公司，还将他们发展成为行业巨头。马斯克曾说过，失败是一个选项，如果你没有失败，那说明你的创新不够。这种对失败的坦然接受，正是强者思维的体现。他们不是不害怕失败，而是不让失败的恐惧阻止自己前进。另一个例子是 J.K. 罗琳，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。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，他经历了婚姻失败、失业和贫困。他曾形容自己一无所有，除了一个女儿和一台打字机。但他没有沉浸在自怜和恐惧中，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。最终，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。哈利波特系列
成为了全球畅销书，而她也从一个靠救济金生活的单身母亲，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。罗琳曾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，失败意味着剥离一切非本质的东西。他认为，正是那段最艰难的时期，让他认清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并给了他追求梦想的勇气。强者并非没有恐惧，而是他们能够控制恐惧，不让恐惧控制自己。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上，而不是担忧可能的失败和挫折。这种思维方式是他们能够在逆境中崛起，在困难中前行的关键。伊罗莎·帕克斯，这名黑人女性，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，拒绝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白人让座。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，帕克斯简单地回答：我当时已经厌倦了屈服，这种源自内心的坚定信念，这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，正是改变历史的力量。帕克斯并非社会活动家或政治领袖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裁缝，但他的行动却引发了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。这不是鸡汤，而是一个人成为强者的起点，同时也是终点。当你真正相信自己的价值，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，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产生影响，你就已经迈出了成为强者的第一步。赚钱这回事，虽说和人脉、资源、行业各要素都有关，但说到底，你作为驱动者，你自身对于成事的渴望，才最终决定了结果成败。没有哪一种成功是偶然的，都是内在驱动力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而内在驱动力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。一个富二代去搞钱，家里给的各种资源都齐全了，但如果他自己没有冲劲，觉得成不成都无所谓，反正家里的钱多到几辈子也花不完，抱着这种想法，基本也很难成。但换成一个一穷二白，但极度渴望成功的普通人，他就算资源匮乏，也不阻碍自己玩命去做，直到拿到结果。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。安德鲁·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贫困家庭，13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。他从一个纺织厂的工人做起，通过自学和不懈努力，最终成为了美国钢铁工业的巨头，并在晚年将大部分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。卡内基曾说，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，都值得为之奋斗。奥普拉·温弗瑞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贫困家庭，童年经历了贫困、虐待和歧视，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成为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脱口秀主持人和媒体大亨。温弗瑞曾说，你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你的出身。这些例子告诉我们，无论起点如何，真正决定一个人成就的，是他内心的渴望和为之付出的努力。外部条件固然重要，但内在驱动力才是最关键的因素。张一鸣曾说，我不相信运气，我相信通过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好。这种对自我提升的不懈追求，正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。人这一生，说到底就是一场修行。外界永远在变，你内心不变，无忧也无惧。当然很多机会都会对你开放，只要你有自己的独门绝学，你有自己优势，有自己的道。说到底，你不需要羡慕任何人，你有自己的节奏。
就在这条自我修炼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地走下去，用脚步去丈量人生，一言以蔽之，别高估世界，别低估自己。我是高维认知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